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最新一期的灵宠香柳。香柳的出战技能会随机攻击9次，每次都会对一名武将造成一段15%的伤害，并且伤害还会无视18%的格挡率。当中每一段伤害都有40%概率，再对随机一名目标追加一段15%伤害，并附带1层流腐之毒，效果持续2回合。流腐之毒会使目标每回合开始时受到3%最大生命的真实伤害，最多不超过灵宠最大生命值的10%，并且还会附带降低3%最终增减伤的能力，最多可同时存在10层，也就是最多降低30%的最终增伤和最终减伤。不过要留意，这里指的是最多可同时存在10层，不是可叠加10层。所以，只要场上的敌方武将加起来拥有了10个流腐之毒后，超过的就不会再生效。因此，主战香柳的能力也类似主战白泽，属于敌方人数越少，技能伤害就会越高的类型。接着是主战香柳的3个条件是触发技能。如果我方的防御力比敌方高，那么原本只有40%概率会额外触发的一段攻击，概率会提升至80%。并且触发后还会额外降低敌方全体50%的异常抗性，持续1回合。游戏并没有对防御力做清楚的说明，如果这边对比的是2边全体武将的总防御力，那么高战打低战就会有很大的优势，毕竟40%和80%的概率可是有着天渊之别的。另一个会影响总防御高低的情况就是双方武将的生存数量。由于灵宠的出战技能都是在回合结束前才释放的，这时谁在场上的武将多，就势必会成为总防御力更高的一方。第2个条件式的技能是，如果香柳的出战技能对同一名敌人造成4段以上的伤害，就会使其进入泥沼状态2回合。进入泥沼状态的目标，最大生命会被降低30%，怒气恢复速度也会被降低50%。这个技能非常克制拖回合的队伍，比如女团和 SP 司马懿队就是这类型的队伍。女团是靠最大生命上限和回怒的速度来回血来支撑队伍坦度的。SP 司马懿队靠的则是护盾，而护盾量又和最大生命值有关，所以最大生命被降低30%还是很伤的。不过香柳要同时对一名敌方造成4段伤害的随机性也很大。首先，你触发额外那一段伤害的概率是40%还是80%，就已经有很大的影响。如果概率只有40%，那很大概率你最终打出来的总段数就只有12段伤害。这么一来，就只有在敌方还剩下3人时，才会有比较大的概率让敌方陷入泥沼状态。这已经是第3个需要敌方数量越少，香柳才越好发挥的技能。最后一个条件是技能是，如果被造成4段伤害的目标已经进入泥沼状态，则会使其身上的中毒类状态立刻结算1次。这个效果的触发条件就更加麻烦了，最快也要2回合都连续击中同一个目标4段攻击才能触发。立刻结算中毒就相等于是一个小爆发，香柳的出战技能本身就带毒，即使队伍里没有能施加中毒的武将也可以触发。不过，这个施加中毒的概率也一样没那么稳定，香柳只有额外追加的一段攻击能施加中毒，加上现在可免疫状态的效果又非常多，所以实际的中毒收益可能会非常有限。但好在香柳还有最后一个能力，那就是它的初始攻击段数会随着每次释放主战技能后增加，每释放1次就增加3段，最多可达到18段。有了这18段的初始攻击，再加上有可能额外触发的段数，要对同一个人触发4段攻击就会变得更加容易了。当然，这也是需要时间和回合数累积的，所以主战香柳就是一个在回合数长的战斗时用来收割的灵宠。那么，主战香柳适合什么队伍使用？适合女团和 SP 司马懿队用来内卷用。但主战相柳其实和水猴子、卯兔一样，都有着助战能力太强的问题，所以也就没有人会去用相柳来主战了。
包括了前面提到的 SP 司马懿队和女团，其实都是用相柳来助战的。唯有在 SP 关羽的时代，偶尔会有拿相柳来主战的，因为关平羁绊的 SP 关羽是可以在灵宠主战时同时发挥灵宠的助战技能的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香柳的助战技能。香柳会在敌方进入或抵抗9次异常状态时，对已持有异常状态数量最多的3个敌方单位，依次造成 80%、160% 和 240% 的伤害，每回合最多发动3次。敌方没有一个异常状态，香柳造成的最终伤害就会提升 20%， 最多可提升 200%， 并且还会对目标附加2层蛇目，最多叠加6层。蛇目会使被附加的目标造成的反弹伤害降低 60%。这么一来，我方打在拥有蛇目的敌方武将上，所受到的反弹伤害就会大大的被降低下来。若我方还是受到了超过自身最大生命值 20% 的反弹伤害，则会消耗1层敌方身上的蛇目，使超出的部分无效化。有了助战香柳，就比较不用再害怕反弹伤害了，算是接了陆鼠克制反弹伤害的棒子。香柳和陆鼠在克制反弹伤害上的差别就在于，陆鼠只对怒攻有效，而香柳则对所有攻击都有效果，包括了马超的连击伤害。但陆鼠的春意状态是直接加在己方全体身上，所有人都可吃到效果，而且比较不容易会有失效的问题。相柳的蛇目则是加在敌方身上的，需要面对被抵抗的问题，会被消耗的问题，加上每次添加的目标也只有3个，所以不一定能达到完全无视反弹的效果，这是一个小缺点。另外，香柳的助战技能在第1回合还会有一个额外的能力，它会使被击中的目标最大护盾值被削减至最大生命值的 30%， 持续1回合。即是不管你叠了多厚的护盾，只要被香柳击中了，最大护盾值就只会剩下 30%。香柳的这项能力其实就是用来克制命魂张星辰的，因为当时命魂张星辰的护盾几乎克死了所有灭队，造成环境上的极大不平衡。台服之所以要把命魂张星辰延迟，要把香柳提前，就是为了避免这样失衡的状况再次出现。不过，这也让命魂张星辰和不少队伍错过了最强势的时期，真的非常可惜。香柳的第2个特殊效果只会在前2回合中生效，它会使我方受到异常状态失效概率提升 20%， 这可以用来增加队伍对抗冰封的能力，并且在助战技能命中异常状态数量达到10个以上的目标时，还会额外为我方全体清除3个异常状态，并使我方攻击或突击型武将获得持续2回合的恶兆。清除异常状态的能力又进一步的加大了对抗冰封的能力，虽然还不至于达到克制的程度，但至少已经不再像以往一样只能束手无策。恶兆会使目标获得自身伤害增加属性，乘敌方异常状态数量，再乘 1% 的暴击率与暴击伤害增加，最多不超过 50%。总之结论就是，攻击型武将和突击型武将会在助战相柳的帮助下大幅提升输出能力，而最大的受益者自然就是女团的双上香、马超、关银屏、关兴、SP 张辽以及未来的 SP 关羽这些攻击型武将了。有了助战相柳的打盾能力和加强突击型攻击型武将的输出能力后，攻击端和防守端的能力又变得比较平衡了。香柳在未来会是一只和水猴子一样重要的助战灵宠，助战灵宠的位置会被他们霸占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所以是必抽的。其对抗异常和打盾的能力就非常适合在现在的版本使用，而支援攻击型和突击型武将的能力也让很多队伍都适合使用香柳。SP 司马懿队、女团、蜀国、武子等都可以使用香柳助战，香柳可以一直使用，直到精卫的版本才会暂时被取代。助战相柳3星就有首回合削盾，并且能清除一个异常能力，算是勉强能用，但清除异常的能力并不理想。香柳只有在4星后才会有增加突击型和攻击型武将输出的能力，
清除异常的数量也会增加多一个，所以推荐最好是抽到4星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应该先抽相柳还是先补水猴子？如果是女团和五子，就优先抽相柳，这2支队伍有了相柳后，就可以换掉水猴子了。顺带一提，女团是用香柳用的最久的队伍。如果是火烧队，那可以优先补水猴子，火烧队需要水猴子多过香柳。其他队伍基本上都是2支一起上的，只要你少了任何一支，胜率都会下降。水猴子算是比较重要的基础，香柳则是进阶。但考虑到旧的更容易补，所以还是会比较推荐抽新的香柳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